顾潇打电话给萧山，奈何对方迟迟不接，最终沉不住气，便出门找他赔礼道歉，并且精心准备了礼物，以此打动对方。萧山见状，气消了大半，本来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，没想到此时有人发来视频请求，顾潇拿起手机左右为难，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在萧山的多次提醒下，顾潇只好接通了视频。果然，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从视频传出来，嗲里嗲气的喊着顾潇哥哥。碍于萧山在旁边的缘故，顾潇不方便与女人说话。萧山阴阳怪气的调侃顾潇，继而起身离开。也正因如此，顾潇根本没心情跟女人视频，直接关了手机。林之孝鼓起勇气守在走廊等顾魏，恰巧赶上中午吃饭时间，他急忙给萧山发短信求助，让对方给自己推荐个不错的餐厅。怎知萧山专门给林之叫定了情侣位，不仅摆着蜡烛和花瓣，还有服务员格外推荐的情侣套餐，以至于令场面一度尴尬。为避免顾魏产生误会，林之孝急忙解释，却又不知从何下口，干脆将之前准备的红包拿出来，紧接像风一般往门外跑去。顾魏知道林之孝是误会自己不愿做手术的原因，所以回到医院让杜医生退了钱，反正过2天转科申请也会得到批准。届时这里的一切与他无关。隔天早上，林母发现诊疗卡里多出一笔红包的数额，赶紧去找女儿商量办法。林之孝凭着厚脸皮纠缠顾魏，一阵狂轰乱炸，扰得顾魏各种不适。本来想拿杜医生当挡箭牌，但是顾医生根本不会看眼色。最终，顾魏躲进卫生间里，林之孝则守在门口不走。主任看出顾魏的为难，其实是有心要给林建国做手术，同时又害怕手术失败，亦或达不到自己的预期。林之孝见顾魏迟迟不出现，先回房照顾父亲，正好看到球球哭闹着不肯手术，非要顾魏陪在身边。顾魏得知此事，主动打电话给医生，尽管有些唐突，可他还是希望严医生能让自己进手术室。到了手术当天，顾魏站在旁边模拟着手术的全过程，逐渐克服内心恐惧，直至这次手术成功结束。杜医生难啃厚达几百张的医学书，想让顾魏帮他画个重点，而他的这种不上心，遭到顾魏严厉的批评。顾魏提醒他，身为患者的主治医生，必须得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，做好每一个环节。杜医生不敢出言顶撞，毕恭毕敬的听着顾魏教育，意识到自己工作态度不够端正，因此只有低头挨训的份。林之孝依旧锲而不舍的缠着顾魏，也让他有所触动，最终讲出自己为何不做手术的原因。当初恩师凉州患胰腺炎住院，而他作为主刀医生，信心十足的打包票会治好对方。尽管手术完成后恢复看似良好，可是过了几天，凉州病情突然恶化，很快离开了人世。自从那件事情过后，顾魏再也不敢迈进手术室，甚至触碰手术刀，所以他无法保证在为林建国手术过程不出任何问题。林之孝听完顾魏的经历，并没有继续盘根问底，而是转移话题，缓解沉重的气氛。当天晚上，林之孝坐在床边陪父亲聊天，也让父女俩的关系在短时间内得到缓和。而在另一边，顾潇趴在酒吧吧台酩酊大醉，迷迷糊糊间看到萧山在他对面，等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脸上已被萧山写了字。华清大学的同学们都来医院探望林建国，而林建国尚且不知自己患有胃癌，精神抖擞的和大家开玩笑。女同学从萧山口中知道林建国的病情，不由感慨林之孝变化很大，同样也成熟稳重很多。不过这次女同学也带来了好消息，表示大提琴首席临时有事，无法参加夏季演出，所以建议林之孝趁机替补首席的位置，如此也能崭露风头。当林之孝满怀希望的回到学校，乐队老师竟宣布暂且不需要大提琴手，这让他倍感失望。随着音乐梦想破灭，林之孝独自站在天台黯然神伤。顾魏察觉到林之孝情绪不对劲，于是上前跟他交谈。在林之孝看来，自己毫无音乐天赋，充其量是热爱，本以为能加入乐队成为大提琴手，可惜事与愿违。人生不如意太多，比如顾魏也从未想过他会亲手毁了恩师，一场术后大出血，自此阴阳两隔。其实林之孝也看出顾魏是个能够掌控全局的人，而正是他的这种性格，会经常觉得自己能够凭借力量改变整个世界，
所以当出现问题时，责任感会越来越大，无能为力的感觉也会比普通人更加强烈。几分钟前还是顾魏安慰林之孝，转过头变成了林之孝疯狂灌输鸡汤，认为顾魏只要迈过心里的那道坎，就会发现前方还有大好光明。毕竟顾魏属于天赋型人才，如果林之孝能有他这样的先天条件，肯定会迎难而上，目标是站在世界级的舞台。结束了谈话之后，林之孝提着饭回到病房，又趁着林建国吃饭时，独自来到医院过道，再次重拾信心，鼓励自己绝不能轻易放弃音乐。尽管之前已被乐队老师淘汰，可林之孝只要有时间就会认真钻研音乐。他主动给老师发去消息，希望能够用诚意打动对方。尽管医生对待每一场手术都会全力以赴，可他们也无法保证手术将会是100%的成功，而恰恰就是这种不确定性，才会让某些家属在面对失败风险时，极端且冲动的将矛头对准医院，甚至是当初托付了信任的主刀医生。这天，一户病患家属跑来医院大闹，同时因为情绪格外激动，几乎失去理智的砸向顾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林之孝毫不犹豫冲过来，眼看着顾魏神色大变，才后知后觉发现额头满是鲜血。随着医闹风波暂且平息，顾魏亲自给林之孝处理伤口，在进行缝合之前，顾魏为缓解林之孝的紧张情绪，专门用橡胶手套做了可爱的玩偶。考虑到不打麻药只需缝2针，林之孝强忍着恐惧，仰起头盯着顾魏转移注意力，意外发现他的眼睛非常好看，忍不住脱口而出。待缝合结束，林之孝忽然想起小鸡玩偶还没拿，正转身去找顾魏，看到他颇为落寞的背影，以及双手无法遏制的颤抖，当即决定带他去个地方。当天夜里，林之孝和顾魏回到华清大学，本来是要翻窗进入音乐厅，但是顾魏抹不下面子，所以林之孝要去前厅开门，怎料这门根本没有上锁，而林之孝为了安慰顾魏，站在台上来了一曲无声的演奏，并且讲述自己在人生最迷茫时遇到会拉小提琴的师哥，当初与对方约定要考上华清大学。如今约定已经完成，林之孝也逐渐改变了消极的生活方式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与困难，只要来到音乐厅都能在此排忧解难。两人坐在旁边聊了许久，包括对于过去种种，顾魏很喜欢林之孝安慰自己的方式，比起旁人善用于大道理，这种才能令他更容易接受。此时学校保安听到动静寻来，林之孝下意识拉起顾魏逃走，终于是顺利的离开学校。林之孝收到乐队老师发来的入团通知，不由激动万分的握住顾魏的手，向他分享着喜讯，尚未留意到顾魏露出奇怪尴尬的神情。看着顾魏用免洗液擦手，这才明白他有洁癖，忍不住打趣他若是有了女友该如何。顾魏支支吾吾的做了解释，而林之孝拿出一只耳机交给顾魏，默默的感受着音乐的魅力。也正因这一刻，顾魏似乎从林之孝的身上感受到乐观，暗自在心里做出了选择。隔天早上，顾魏鼓起勇气去探望师母，没想到师母非但没有埋怨，甚至热情的招待他进屋。尽管梁州的死对师母打击很大，可师母认为顾魏制定的治疗方案没有任何问题，所以希望他不要再为此自责。顾魏沉默的倾听着师母的话，直到最后提及要去老师的书房，同时在书房里看到许多熟悉的字画，不禁睹物思人，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誓言，也包括当初老师的谆谆教诲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。林之孝来医院给林建国送餐，恰巧遇到顾魏检查球球的术后情况，随后用眼神暗示他出门单独谈话。其实经过昨天的深思熟虑，顾魏已经决定要为林建国主刀，他也通过这段时间不断练习，努力调整，确保自己可以完全适应手术。由于顾及到手术的风险程度，顾魏也事先说明各种注意事项，包括手术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。林建国站在门边听到这番话，顿时大惊失色，联系前些天妻女的各种反常行为，对于即将到来的手术安排更加害怕。半夜林建国醒来时，发现身边空无一人，莫名有些心悸，正要起身出门寻找，林之孝和林母已从门外进来。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林建国大发脾气，埋怨他们不打招呼就消失，甚至打翻了林之孝递来的汤包。母女俩不理解林建国为何突然发火，只觉得莫名其妙，
所以当他们看着林建国负气躺在床上后，便先出门去拿墩布。林母猜测林建国极有可能是知道自己患了癌症，可林之孝立马反驳，表示之前跟顾魏交代过，会对此事进行保密。与此同时，林建国又从床上起来，紧接掏出了烟盒，本想来2口，但是念及妻子之前斥责他的情景，终是忍住了烟瘾。即便白天顾魏承诺会尽全力手术，林建国依然不放心，在他看来，与其死在手术台上，还不如顺其自然的苟活几日。顾魏回到办公室，发现顾潇坐在椅子上等了许久，询问后才知是受自家老妈委托，特地来叫他回家吃饭。顾魏想到最近忙着工作许久没回去，于是无奈的换好衣服跟着顾潇出门。反观林建国找了个理由支开女儿，趁其不在病房里，急急忙忙收拾好背包，仅留下字条和银行卡。顾魏和顾潇回到家，发现高希居然也在，才知是顾母专门请他过来帮忙打下手。虽是如此，其实是顾母想要借此机会促进顾魏和高希之间的关系，毕竟他也非常看好这个女孩，认为两家门当户对，理应是尽快商量着婚姻大事。在饭桌上，顾母毫不掩饰的透露着对于高希的喜爱，建议他们不要只顾着工作，也应该适当考虑下家庭。而在此时的医院里，林之孝发现父亲留下的字条，突然有些不知所措。杜医生帮他打电话给顾魏，及时说明了情况。考虑到林建国擅自离开医院，并且很可能会有轻生念头，顾魏叮嘱杜医生先写好申请调取医院监控，而他也会在最快时间内赶回医院。高希得知此事，起身跟着顾魏赶往医院。原本挺热闹的聚餐立马冷清，仅剩下顾潇陪着顾母吃饭。到了医院后，顾魏安抚着林之孝的情绪，和他一起寻找林建国，奈何这一路都不见任何踪迹。林之孝接了母亲的电话，证实林建国根本没回家，可他现在也是心急如焚，几乎将父亲能去的地方都想到。越是着急，越容易出乱子。林之孝突然腹疼难忍，顾魏直接将车停在便利店门口，亲自去店里购买些必需品。看着售货架上的卫生棉，顾魏有些手足无措。幸好此时路过一位女子，帮他挑选了2样，又在售货员的建议下买了几片暖宝宝和一杯热饮。接过顾魏递来的东西，林之孝觉得不可思议，喝了热饮后，痛感逐渐减轻。顾魏叮嘱林之孝现在要尽量放松情绪，否则紧张的情绪会导致腹痛加剧。林之孝努力平复自己，主动讲述起小时候离家出走的经历，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林母再次打来电话，表示收到支付短信，发现林建国买了回老家的车票，恐怕此刻已在火车站里，距离发车还有45分钟。林之孝知道后，便在顾魏的陪同下前往火车站，终于找到那个让他和母亲为之挂牵的男人。而林父也在和别人分享着自己的幸福，洋洋得意的夸赞女儿都是贴心小棉袄。可偏偏林之孝一气之下，当众大喊他的全名，气愤的指责不休，并且要拽着他跟自己回医院。林建国耍起无赖，提出吃肯德基。顾魏考虑到他这种状态不适合明天手术，索性将手术延后。眼看着林建国跟着林之孝离开后，旁边的男旅客不禁质疑起小棉袄的保暖程度，而他妻子在老家待产，若是以后生了女儿，不知是否也会如此脾气。反观后半夜的肯德基餐厅里，顾魏独自坐在不远处，以便于给林之孝和林建国单独谈话。林建国美滋滋的吃着汉堡，全然无视女儿的愤怒，甚至催促他也跟着吃点。林之孝完全没有心情，至今还憋了一肚子气，尤其想到母亲方才为了找他摔青了腿，出言指责林建国作为男人毫无责任感。或许是意识到自己做的太过分，林建国主动解释自己回老家的理由，也是想拿回女儿小学时写的100个愿望清单，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完成女儿的心愿。听到父亲的话，林之孝再也忍不住泪水。平时林老师表面看似不理解和不支持，没想到居然还记得他小时候的事情。林之孝找借口去上厕所，夺门而出便崩溃大哭，同时为自己多年来的任性而自责不已。毕竟之前说了许多伤害林建国的话。顾魏见状跟出来安慰，奈何他的直男发言惹得林之孝哭得更猛，于是主动上前轻轻抱住，几乎是使尽了浑身解数，
以最温柔的语气来抚平他受伤心灵。顾魏的行为让林之孝感到安心，很快又觉得惊讶，想起他本身是个有洁癖的人，居然能忍受泪水滴在外套上。顾魏笑着表示自己的洁癖已被林之孝治好，紧接意识到这句话太过暧昧，急忙转移话题，叮嘱他尽快调整好状态。回去的路上，林之孝看着旁边熟睡的父亲，无声的念着爸爸二字，尘封在他心底的父女情深，终是重见天日。顾魏透过后视镜看到林之孝将头靠在父亲肩膀上，心情也非常复杂，但更多的则是欣慰。而在另一边，顾潇半夜回到自己家，跟老妈埋怨方才在顾魏家里没有吃饱。顾潇妈心疼儿子，便去厨房给他准备夜宵。顾潇爸坐在旁边沙发上看报，冷漠的瞥了顾潇一眼，比较他和顾魏之间的差距悬殊。也因为父亲处处瞧不起自己，顾潇内心格外不爽，当即出言反击，父子俩再次爆发激烈争吵。顾潇爸决定断掉儿子的所有信用卡，可顾潇对此很不屑，转身便走。看似非常自尊的顾潇，实则在家门口等了顾潇妈半天，等到他拿着一张卡出来，这才故作扭捏的收了卡，开车直奔酒店而去。林母焦急待在医院里，看着林建国被女儿和顾魏送回来，既生气又难受。安顿好父亲后，林之孝总算落下心头大石，他向顾魏道了感谢，便各自分开。转眼次日清晨，林之孝在家里翻开了相册，看着一家三口的合影，露出笑容。顾魏也站在阳台望着远处，不自觉的陷入沉思。